嗨，我是佑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那这一期的内容，我们来说一下5个富人的好习惯。看完这一期的视频，你将知道如何通过以下这5个富人的好习惯，让你的钱越来越多。你是不是工作了一整年，却口袋还是空空？不知不觉这些赚的钱就没了，你也不知道这些钱花去了哪里。特别是现在的移动支付非常的方便，不用带现金，花起钱来也完全没有痛苦。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的钱越来越少。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我赚的钱比同龄的人多，可是到最后我存下来的钱却没有他们多，因为当时的我就是很喜欢买，看见什么喜欢的就会买，所以就造成了我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却存不下什么钱。那个时候的我花钱如流水，就是没有节制的，有多少钱花多少钱，每到月底我的钱就不知不觉的没有了，然后长期下来也是没有累积到什么的钱。之后我通过以下要介绍的这5种好习惯，然后让我慢慢的开始存下钱，并且让这些钱每一年都在不断的增加。那这5个富人的好习惯是什么呢？那第一个富人的好习惯就是记账，追踪支出。富人们都会去了解自己的钱花在了哪里，他们会经常查看他们的支出明细以及他们的收入来源。穷人不查账，他们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开支，他们更不知道自己的钱去了哪里。很多人觉得记账没用，因为他们明明记了账，可是记账并没有直接的帮助他们增加收入，然后他们就认为记账没有用，然后他们就不记账了。选择记账当然是为了更有钱，但如果只是依靠记账这个工具，却没有去寻找让自己变有钱的方法，当然会觉得记账没有用。那记账有什么用呢？那记账的作用是为了帮助我们解决财务问题，以及帮助我们达成各种各样的投资目标，而且能清清楚楚的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收支情况，并且随时可以知道自己有多少钱，然后知道自己赚了多少钱，花了多少钱，然后自己花的钱去了哪里。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记账呢？我们可以把钱分为基本必须开销和其他开销。那基本必须开销的话，就是你的房租啊，你的水电费啊，还有你的交通费啊，或者是你的电话卡费啊，这些都是基本开销。那其他开销包括娱乐休闲，或者是你的衣服、鞋子、包包，还有买化妆品这些东西，或者是出去旅行，这些都是其他开销。你把它分成另外一类，把钱分类的目的是为了让你了解，除了必需品之外，你可以调整的金钱的空间有多大，哪些东西是没有必要去买的。按照28原则，如果你能减少不必要支出花费的那最多的20%，那你就能节省80%的钱。所以记账能让你更清楚的知道哪些钱是没有必要的支出。像我平时就会用挖财记账，但是也有圈子记账，还有有余记账，这些也是比较好用的一些记账的工具。我用挖财记账是因为它可以记录多种货币的流水，这样的话在我旅途中记账就会方便很多。那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的喜好，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挑选一款适合你的记账工具。那我们存下来的钱要怎么样越来越多呢？那我们可以通过投资理财，然后让我们的财富不断的增加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多赚钱或者是投资理财的视频的话，可以关注我的频道，因为我每周都会上传关于金钱的话题。然后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你才不会错过任何我的最新影片。那第2个富人的好习惯就是先支付自己。富人总是把赚来的钱先支付给自己。支付给自己的意思就是指，当你每次有收入进来，或者每次发工资以后，你先把一部分的钱存起来，用作之后的投资，然后剩下的钱才拿出来消费。随着你的资产不断的增加和扩大，然后资产生钱的能力就越来越强，慢慢的你就可以只依靠资产带来的被动收入生活，实现财富自由，提早退休。如果你刚开始收入不多，你可以把自己发了工资或者得到的收入的10%，然后把它存下来用作投资，慢慢的把你的这个目标提高到20%、30%、50%，甚至90%。当你的收入越来越多，那你支付给自己的钱就越来越多，到那个时候消费的支出反而只占一小部分。所以在支付自己的同时，你要想办法让自己的收入不断的增加。你可以专门开一个银行账户来存放用作投资的钱，然后每次有收入进来，你就把一定比例的收入放进这个账户。为了让自己无法乱花这个账户的钱，那你要让这个账户里面的钱看不见，你要想办法让里面的钱无法轻易的挪用。所以你可以把这些钱存作定存，然后当有好的项目的时候，你再把这些钱拿出来投资，或者你也可以把这些钱直接做定投来扩大你的资产。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可以用于投资的钱，就算现在给你一个天大的赚钱的机会，可以让你马上致富的机会，你也抓不住。所以想要变富有，
你就必须先支付自己，等机会来临的时候，你才能抓得住。你需要学会拒绝不必要的开销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做好下个月的开销计划。你可以把下个月的收入，还有下个月你打算支付给自己的金额，以及下个月你的开销写下来。这个方法可以让你更直观的看到自己下个月的现金状况。这样做的好处就是，当你在买东西的时候，你就会立刻意识到这笔钱该不该花。第三个富人的好习惯就是持续的提升自己赚钱的能力。你想支付自己更多的钱，那你就必须提升自己的赚钱能力。你必须找出怎么样才能为社会提供更多价值的方法，这样你每年的收入才会增加。因为当你为社会提供的价值越多，那你赚的钱才会越多。赚钱本身不是人生目标，赚钱只是实现人生目标的基本保障。比起赚钱，拥有赚钱的能力，并用赚来的钱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，然后对他人产生积极的影响，为社会做出贡献，这才是赚钱的意义。当你掌握了赚钱的方法，拥有了赚钱的能力，无论遭遇怎么样的境遇，你都能东山再起。比起赚钱本身，拥有赚钱的能力和赚钱的方法更为重要。很多人都在幻想着自己能快速的赚钱，但是他们忽略了赚钱是需要有赚钱的能力的。有钱人总是在寻找可以提升赚钱能力的方法，同时他们也在寻找不同的杠杆方法，可以让他们的工作更有效率。提高你能力的方法之一就是改善你的弱点。只有当你的弱点得以改善，你整个人的能力才能得到提升。你应该投资10%的金钱跟时间来提升自己。你可以用这些钱来学习那些能够帮助你赚更多钱的知识，比如说投资理财、时间管理，或者是任何可以帮助你赚更多钱的知识。理财能力的提升不仅仅是控制消费，或者是把钱存在银行里面，更重要的是要学会钱生钱的本事。你应该深入的去了解理财的知识，然后对股票、基金、债券，还有数字货币、黄金等等这些投资工具都去了解一下。然后你可以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以及风险偏好，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。学习就是生产力，都说知识是财富，能力的形成也是因为具备了丰富的知识。成功是99%的努力，运气只占1%的成分。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努力学习，来充实自己，提升自己的价值。因为现在的时代每天都在不断的变化，如果你不持续的去学习，你就很容易被这个社会淘汰掉。你可以去参加一些高质量的社群，去跟更多的高手交流，让自己也成为高手。你可以多看一些关于赚钱的书籍以及视频，让自己的赚钱能力得到提升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多赚钱的方法，可以去看一下我的这个视频，然后我也有一个播放列表是关于赚钱的，我会把这个播放列表放在我视频的最后的结尾画面上面，你可以点进去看。第四个富人的好习惯就是掌握最新的税法。很多富人都会在下一个财政年开始之前就规划好自己的赋税计划，提前规划好赋税计划，才能让我们在未来的一年有一个大致的印象，知道哪里是可以享受税务优惠的地方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可以申报的退税和补贴了。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笔收入还有投资都会涉及到税金，税金从几到几十不等，所以我们更应该选择那些低税或者是免税的投资。避税是指运用不同的方法和策略去合法的减少应缴税金，而逃税是指没有缴足应缴税额，在报税的时候故意隐瞒部分收入，造成欺诈报税。富人是很有钱，按道理来说他们应该付更多的税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富人们都非常了解最新的税法，比如他们会利用地方政府的个税返还政策，或者是个税减免的相关政策来为自己节税。很多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富商的投资，他们会出台一系列的优惠政策，例如对一些高管已经缴的个税进行返还，或减免个税的相关政策。有的企业的高管为了避免个人所得税，他们会只拿1元的工资，然后把个人开销算在公司的费用上面，并且利用股权分红的方式来避税。富人们也会利用其他国家的税收政策，他们会把公司注册到税收少的地方去，例如巴拿马、开曼岛这些避税天堂。这样一来，他们缴的税就少了很多。也有一些富人他们会直接移民去这些可以避税的国家，例如一些年收入超过100万欧元的法国富人，他们会选择去加入这个个税只有13%的俄罗斯。因为在法国，如果你的年收入超过100万欧元的话，你需要缴75%的个人所得税。他们移民去俄罗斯就可以节省62%的应缴税金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富人他们会移民去其他国家的原因，因为他们可以节省很多的税金。你也可以像富人一样去了解最新的税法，
这样的话对你的收入也有帮助。选择理财产品的时候，也可以去选择一些有国家政策支持的免税或者低税的投资产品。你也可以在出国旅游之前，事先了解一下这个国家是否有退税的政策，这样也可以帮你省下不少的钱。因为很多国家有规定，只要游客消费满一定的金额，就可以享受退税。一般商品的退税在8%到15%之间，每个国家的退税的税率都不一样。其实退税并不是那么麻烦的，你只需要在买东西的时候找收银员要那个退税单，然后把那个小票留好，之后在机场办理退税的时候，海关在你的退税单上面盖个章，然后你就能拿回退税的钱。第5个富人的好习惯就是投资理财。88%的富人都认为储蓄是致富的基础，不储蓄绝对成不了富人。理财对于成为富人非常的重要，储蓄不是美德，而是手段。白手起家的富人，他们刚开始努力工作赚钱，不是为了消费，而是为了赚钱去投资。他们会把赚来的钱存起来，然后找合适的机会把它投资下去，然后用钱来赚钱，因为用钱赚钱会比你用时间和体力赚钱来得更轻松更快。没有一个富人是不投资理财的。所谓储蓄是手，投资是攻，时间就是金钱，储蓄跟投资都要趁早。与其整天叫穷，不如想办法让自己变得更有钱。人不可能永远都有和顶峰时期一样赚钱的能力，在你最赚钱的时候，你就应该多去存钱，然后把这些钱拿来做投资。这样做的好处是，当你赚钱能力下降的时候，你还有后路，你的后路就是你的投资。如果你投资的够早，就算你没有了工作，你也能依靠你的投资收入来生活。你应该把手中的钱按比例的投入到自己的资产中，资产可以是不动产，可以是股票，也可以是一门生意。钱放在手中很快会被花掉，或者是被通货膨胀贬值掉，不会创造任何的价值。而投资的钱随着资产不断的增值，收益也会在未来直线的上升。富人们不怕冒风险，63%的富人表示，在致富的过程中要敢于冒风险，没有风险就不会有回报。风险不是任何的风险，而是预期风险。预期风险就是你权衡利弊后，你认为值得承担的风险。如果回报太小，那就不值得冒这个风险；如果回报足够大，那么承担一定的风险也是值得的。而穷人最害怕的就是风险，他们不想有任何的亏损，他们宁愿把钱放在银行里面，他们认为把钱放在银行里面是最安全的，但是他们不知道每年通货膨胀也会让他们的资金有所损失。俗话说没损失过的富人，但是有很多没有损失过1分钱的穷人，所以你得和钱建立一种健康的关系，比如正面的面对赔钱带来的恐惧。你可以每个月留出一定的资金来进行一项风险较高的投资。那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今天所说的5个富人的好习惯。第1个的话就是记账，第2个的话就是先支付自己，第3个的话就是持续的提升自己的赚钱能力，第4个的话就是掌握最新的税法，第5个的话就是投资理财。关于以上5个富人的好习惯，你有任何的个人观点，欢迎在评论区把你的想法告诉我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就为它点赞并把它分享出去，然后记得订阅我，开启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我之后发布新视频的时候你才能收到。好了，我们先这样，那我们下一期见，拜拜。